你们觉得在生活中最缺少不了的是什么东西？那民以食为天，我认为一定是吃。你抢了我的词，你抢了吃货的词，那吃货只能把第二样说出来了。我觉得生活当中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爱。作为人体一个生命来讲，它离不开3样东西。第一样刚才程刚已经说了，吃，民以食为天。第2样东西呢就是水。还有一样东西，李医生。我先不把这答案呢告诉大家，我们先在现场请一位观众上来，我要把他的这样东西呢剥夺一下。要剥夺生命当中对他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只是暂时的剥夺一下。有没有哪位勇敢的观众上来给我们？我们要暂时剥夺生命当中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东西哦。你放心啊，大医生不会让你有危险的。来，我们欢迎这个勇敢的小姑娘，欢迎你。特别的勇敢。我是大医生，健康大调查。现场观众上台，与各位主持人一起戴上经过处理的呼吸面罩，体验剥夺生命必需品的痛苦感受。介绍一下你自己。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大学生，现在上大3。哦，是一名大学生。那你再跟我们谈谈你现在是什么感受啊？就是很憋，真是说不出来。我已经不能喘气儿了，因为这个他们在这里面做了一个手脚，把这个孔全给堵住了，所以你要是扣得很严实的话，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感受就是呼吸越来越费劲儿，对，而且有一种很恐惧的感觉。还不如不吃饭呢。其实我们人体时刻都不能缺少的东西，不是刚才陈刚和月月说的食物，也不是水。我们时刻都不能缺少的东西呢，实际上就是空气，或者说是空气里面的氧气。谢谢你的勇敢啊，小朋友。我算了一下，我每天需要吃3顿饭，喝10几次水，然后每2周见1次你。吃饭喝水跟见我是一样的重要，你继续。但是我每天要进行呼吸，可能要进行25000次左右，1分钟要呼吸10几次，而我们每次一吸一呼，大概要呼出500毫升的这个气体，也就相当于1瓶可乐的大小。正是因为我们这种不间断的呼吸运动，才能得以保证我们的生命维持下去。我们身体时时刻刻需要氧气，而这些氧气都来自于我们的呼吸。在肺泡里面，我们所需要的氧气会和血液当中的2氧化碳发生一个交换。氧气通过肺泡进入到血液当中，通过血液送到我们全身，供我们身体所需要。所以我们的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帮助我们呼吸的伟大的器官——肺脏。那么肺脏出了问题呢，让你觉得呼吸困难、憋气，非常的难受。这个肺脏它还有另外一个更可怕的疾病，那肯定是恶性肿瘤喽。没错，那我们今天就要讨论更危险、更可怕的杀手，就是肺癌。肺癌，我国首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22.7%，发病和死亡率仍在迅速上升，每年因肺癌死亡的约有7万人。好，大家看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肺脏。好大一个肺！哎，你说对了，这个肺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那么这些管道呢，就代表了我们的气管和支气管。而这些泡泡呢，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肺泡。对。肺脏呢，虽然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器官，它也是我们身体里面非常脆弱的一个器官。那么有很多外在的东西呢，都会对我们的肺脏产生损伤。真的吗？那我们第一样产生损伤的就是这些摆上来的东西，小米、黄豆和核桃。李医生，核桃不是补脑的吗？您是告诉我吃核桃还能补肺吗？而且关键是，您都那么聪明了，您都哈佛博士后了，您还吃核桃？您要把我们落到哪儿去啊？李老师这么聪明，这核桃给你拿去补一补，说不定有用啊。说不定下次我就更聪明了。李医生在这儿用这些道具，是想告诉我们大家，空气当中有什么样的可以伤害肺脏的可吸入的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特别爱看天气预报的朋友，经常会听到这个预报员会说，今天北京的空气质量是优，然后什么还有良、可差等等等等，还会听到说可吸入颗粒物是多少个多少个，是不是就是说在空气当中，比如阳光特别好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漂浮的一粒一粒的，就是可吸入颗粒物呢？我们知道在空气中呢，有很多它的直径大小不同的颗粒，有些是我们看得到的，有些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
的那些细颗粒呢，它的这个直径往往是在75微米以上，而我们看不到的那些更小的颗粒，它是那些可以吸入到这个我们呼吸道里面的细颗粒物。那么这些可吸入的颗粒物呢，又分为2个标准，一个呢就是 PM2.5，一个是 PM10，在空气质量播报当中会经常提到这2个标准。那么 PM10呢，实际上指的是它的直径小于10微米的这些颗粒都叫做 PM10，而 PM2.5呢，指的是那些颗粒的直径小于2.5微米的，所有小于2.5微米的这些颗粒呢，都叫做 PM2.5。这些微粒的直径在10个微米以下的，都可以进入我们的呼吸道了。那跟今天小米、黄豆、核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下面呢就用这些道具来展示一下这些颗粒物怎么样进入我们的肺脏，怎么样损伤我们的肺的，好不好？我们先看这个核桃，核桃呢就是代表我们空气中那些直径在75微米以上的那些颗粒。呼吸道呢实际上是起始于我们的鼻腔，大的这种颗粒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灰尘，往往呢是在通过我们鼻道的时候被我们的鼻毛所阻挡。干什么？演示一下啦，这实际上是进不去的。核桃给大家展示的呢是那些非常大的这种粉尘颗粒，它实际上是被我们的鼻腔阻挡在体外，它进不到我们呼吸道里面去。对，那像月这种没有什么鼻毛的人，需不需要移植一些鼻毛在里面？而且进到鼻腔以后，这些大的颗粒会引起我们一个刺激反射，直接打喷嚏。那如果用嘴呼吸的话，这个作用阻挡的作用就全部都没有了。是的，这还有一小碗黄豆。那黄豆代表直径是在10个微米到2.5微米之间的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PM10。它实际上可以通过我们的鼻腔进入到我们的气道。我们看进入到我们的气道。因为它的颗粒呢还是比较大它是在2.5个微米以上，因此呢它也只能够到达气管或者是支气管这个部位，它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肺泡。当这种东西积聚多了以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射，咳嗽，支气管的纤毛会把它排出来。好，最后呢我们看这个小米儿小米儿呢代表的就是对我们危害最大的这个 PM2.5，它的这个颗粒的直径呢是在2.5个微米以下特别是那些颗粒的直径在1个微米的颗粒物呢，是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肺泡里面来。我们第一次这么直观的看到 PM2.5到底会如何损伤到我们的肺。大家看到吗？在肺泡当中已经出现了这些微小的颗粒，这就是平时我们吸入 PM2.5时候的这个肺泡里面的状况。对，我们就通过这个呢，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 PM2.5 非常小的这个颗粒呢，是怎么样进入我们的肺泡的？这些颗粒进到了肺泡之后，会影响到我们的肺的健康和气体交换吗？是的。那么进入到肺泡的这些细小颗粒物呢，会附着在肺泡的这个内壁上面，它会引起这个通气量的改变。那么长期附着呢，还会引起一些慢性的纤维化的改变，甚至引起肺动脉高压和肺心病。当然，这些跟一开始李医生您说了，要讲到肺癌有什么样的关系？您是说这些会进到肺里的这些脏东西会让我们得肺癌吗？这些小米呢进入到肺泡之中，就会引起肺泡的一些损伤，我们的机体会有一个自动去修复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会引起一些遗传物质的改变，也会引起癌基因的激活。这种过程长期反复的发生，就有可能会导致肺癌。在 PM2.5 当中，可能含有一些重金属和有害物质，比如说一种强致癌物苯丙芘。那么在汽车尾气当中就含有这种致癌物。那么最大的危害在于它的颗粒小到足以穿透肺泡进入血液，那么它可以随着血液把这些有害的物质带到我们全身，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我已经非常害怕这个 PM2.5了，相比之下好像 PM10显得善良多了。PM10呢虽然不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肺泡，但是我们知道 PM10呢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气管和支气管，在这儿可能粘附在我们的这个气管和支气管的内膜上，它也会引起一些呼吸道的刺激症状。PM10呢相比于 PM2.5 来说呢，它的这个危害可能小一些，但也不是没有危害的。陈粒，然后 PM10，然后 PM2.5，那怎么办？我想问问今天来的很多观众，有多少人戴口罩来的？
能举手示意我一下吗？我看看今天现场这么多观众，有多少人是戴口罩来的？今天在现场所有戴口罩的人，把口罩戴起来。哎，我看这边有一个男士哈，他戴的就是我们医用口罩。你这个是布的吗？布的，对，这个女孩戴的是这个口罩，最大的好处是显脸小啊，那个也很可爱，很可爱的口罩，这个也很可爱，小型口罩。阿姨也戴了口罩是吧？阿姨的也是布的口罩，桌布口罩。我不知道口罩是不是一个选择。是的，实际上呢，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种口罩，那么我们就做一个调查，看一下大家都在用什么样的口罩。都戴什么样的口罩？就是一次性的那种，一次性的。地摊上买的，我一般就戴那种专门的那种防 PM2.5的专业的那种口罩。就像这种的，它里边有一个插片、过滤片，然后用完了换，然后再好，那我们现场也准备了卖口罩喽，卖口罩。对啊，就准备给你们看的，自己挑一下选一个。卖口罩喽，我要这个。这是我就是外贸协会的，要长得可爱才行。这是3M 的啊，这是比较对，李老师前一段比较流行这个。这个我想是好的，PM2.5的。我的有没有显脸小？没有。哇，你戴着口罩之后好漂亮啊！我觉得会选择李医生这个口罩的人，请举手示意我一下。大家觉得这个看起来更安全的？你们是因为李医生长得权威是吗？来，栾医生这个，觉得栾医生的这个，也不错哎，也不少，好，这种谁有这种口罩？你看多萌，你看举手的人多萌，都是女生，都是比较喜欢可爱的东西。但是这个到底能不能够挡住那些灰尘，我真的不知道。其实这个口罩已经不算什么。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牛的方式，有一个牛人发明了一个特别牛的方式，说有这样的方式就可以避免吸入 PM2.5。你别动啊，王成刚。对，你等会儿岳阳拿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就抽烟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什么。是过滤嘴吗？对对对，就上面那一段，把那个烟叶那段剪掉之后，不有一个过滤嘴吗？就这个，你不要动啊！干什么？你不要动，来。哇！还有别动，别动，别动！不要丑化我形象，好不好？好，哎，他就是说这样之后就可以避免 PM2.5的吸入，厉不厉害？陈刚稍微等一会儿，等会儿不让栽。哎，你觉得呼吸有困难吗？当然有困难了，这么大个东西。有点难是吗？对。如果这个真的管用的话，就可以不会吸入 PM2.5哦。好吧，这么多口罩，究竟哪一种能够防 PM2.5呢？我们去看一下。医用、运动和棉布等各种口罩，哪一个才是最有效的呢？目前室外的 PM2.5的数值是3600，来试一下这个标有 PM2.5的标志的这个口罩。那么这款口罩的数值现在是4，看起来是非常有效。换成医用口罩来试一下。所谓的医用口罩 ，PM2.5的数值是1591。和防 PM2.5 口罩每公升 PM2.5 的个数相比，医用口罩几乎没有作用。测试一下这个比较厚的普通的棉布口罩，这个普通的棉布口罩 PM2.5 的数值是924。测试结果表明，棉布口罩也不是很好的选择。接下来，3M 型口罩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这款口罩的数值是10，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最后一款运动口罩的效果也十分明显。测验证明呢，就是这几款口罩这3款口罩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防 PM2.5 型、3M 型和运动型口罩在本次测试中的表现相当不错。好，通过上述的实验证明呢，李医生的这种3M 口罩，这个是运动口罩，还有栾大夫的这种 PM2.5 专用口罩，都是很管用的。实际上，这些口罩所有的口罩或多或少的都能够抵挡一下 PM2.5。至于岳爷你说的这个东西，这个烟嘴儿，实际上它是没有什么好的效果的。烟嘴儿的中间呢是很致密的，它也能够过滤掉一些 PM2.5。可惜的就是因为它太过于致密了，因为它是为了香烟过滤去设计的，所以你放在鼻腔之中，它会阻碍你的呼吸，会导致你呼吸不畅。于是呢，我们会不自觉的去张嘴呼吸，这样一来，反而这些灰尘啊、这些微粒啊，会直接进入你的口腔之内。本来很大的那个是进不去的，因为有鼻毛阻挡，但你一开口之后，就全都进来了。这虽然堵的是鼻孔，但让我想起一个成语来，叫掩耳盗铃。香烟的过滤嘴是为了过滤香烟的焦油的，所以说它其中含有很多纤维。我们把这个放在鼻腔之后，纤维呢会被吸到你的肺里，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有没有像
猪鼻子插大葱的感觉。事实证明是不太管用的，而且关键是还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进气不够之后，你会本能的张嘴，一张嘴完全打开之后，所有的脏东西都进来了。效果比较好的口罩还是要再强调一下，这种效果不错。还有栾医生选的效果不错，我估计我这种呢是多多少少能够阻挡，但是阻挡的效果就比不了这些专业的口罩了。另外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选择这样的口罩，这样的口罩最大的好处是经济实惠，但是李医生这样的口罩是不是佩戴时间不能太长？是，实际上呢，戴口罩我们要注意方法。一个呢，就是刚才月月提到的，佩戴的时间不能太长了。通常我们会建议大家1天之内至少要换一次，也就是说1天2副口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佩戴的方法，因为像这种口罩，虽然看起来很厚实，但是它不能把你口罩和面部之间的空气给它封闭掉，就是有缝呗。所以说，你实际上你呼吸的空气并没有完全的过滤。哦。所以戴口罩有一个很好的检测方法，到底有没有效啊？你把它戴上以后，你看你使劲喘气的时候，会不会口罩跟着你的呼气来回的动？实际上就是说，如果密闭很好的口罩跟你的口腔、鼻腔之间是有一个吸气来的有一个负压，喘气的时候，这个气体不能通过缝隙来回的交换，而是都是通过这个口罩的有效的过滤，这才能达到口罩的效果。对，所以就是很多口罩上有一个设计嘛，它会有一段钢丝还是什么的，就是可以弯曲的，这个一定要把它跟这个鼻子紧密的贴合到一块儿，不能有缝，有缝的话这个口罩就白戴了。刚才栾准其实提到一点哈，就这个口罩呢，就一次不要长时间佩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口罩在我们这个口腔和这个鼻腔周围呢，很容易造成一个这个潮湿的环境。如果不及时的清洗、不及时的更换呢，可能就成为细菌滋生的一个温床。关于口罩，我们讨论到这儿，大家大概明白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口罩。但是关键是我在外面的时候可以戴口罩，我回了家我总不能也戴着口罩吧？那么我给你介绍一种神器，神器叫做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是当下十分热门的白色家电之一，而市场上净化器的品种也十分繁多，价格也动辄几百甚至上万元。那么，它们真的能改善我们生活环境的空气质量吗？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我前2天呢，我还真买了一个空气净化器，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实际上，我们很多周围的人都特别担心这些东西有没有效。看着广告不错，特别想买一台，究竟效果怎么样？那么我给你介绍一种神器，神器叫做空气净化器。我前2天呢，我还真买了一个空气净化器，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实际上，我们很多周围的人都特别担心这些东西有没有效。看着广告不错，特别想买一台，究竟效果怎么样？为了回答栾医生的疑问，我们来到一位热心观众家里，对空气净化器的实际效果进行专业的测试。根据具体情况，我们选择了张叔叔家的卧室作为我们的实验场地。首先，我们测出室内未放置空气净化器时，每公升 PM2.5 的个数为917。然后，我们将一台空气净化器放置在房间内，并让其运行10分钟。室内空气质量会有改善吗？每公升370，屋子没有净化之前是900多，所以呢，就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数值居然在10分钟内从900多下降到了370。那么这个数值呢，可以说明空气净化器对于房间内的可吸入颗粒物的数量减少有明显的效果。实际上，从刚才实验中我们看出来呢，空气净化器都能够或多或少的减轻 PM2.5 的含量。那么要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是这种空气净化器能够使 PM2.5 的含量减少95%左右。太厉害了！为什么呢？可以打开吗？可以打开啊。打开我们看一下。实际上，空气净化器的主要起作用的就是这层滤网，而且还不止一层哦，好多层。这应该是所有空气净化器的一个工作原理啊，它是通过这些滤网来过滤掉那些有害的东西。那是不是就是说，它之所以能够把很多脏东西挡在外面，就全靠这些？是啊，而且这些滤网呢要经常更换的。还要换啊？不是买一台然后就可以一直工作？当然不行了，这种滤网大概每半年就要换一次，换一次像这种机器的话，大概要600多到1000块钱左右，还是很贵的。
那我想呢，再强调一点，空气净化器它不是制氧机。关好窗户，然后进行空气净化了。如果你把这个窗户长时间的关着以后呢，会导致二氧化碳的蓄积。因此呢，我们仍然推荐每天进行2次开窗通风，每次呢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在开窗通风的时候呢，要避开早晚高峰时段，最好是在中午开窗通风。开窗通风以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空气的净化，那么效果就是比较好了。我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买一台这个，然后再买一台制氧机，我在家里同时2个都打开，怎么样？哇，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土豪嘛，如你所说。纠结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我们知道呢，强的致癌物苯丙芘，它不仅仅存在于我们的这种空气当中，在很多的地方，你能接触过的地方都有这种有害物质的存在，就是在你最经常接触的地方。强致癌物苯丙芘是肺癌的一大元凶，它不仅存在于汽车尾气之中，苯丙芘还潜伏在我们身边，时刻威胁着我们的肺部健康。今天我带来一些东西，你能看一下哪一个食品当中含有苯丙芘这种有害物质吗？栾大夫怎么不给我拿筷子呢？这4个有致癌物是吗？对。那我觉得煎鸡蛋肯定特别安全，很多人每天早上都吃这个。这个炸鸡排，炸鸡排可能有点危险，因为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烧烤还有油炸的高油温的东西，很有可能出现苯丙芘。没错，要是像烧烤的这种烤焦了以后，就会出现苯丙芘。这是煎的，这个是炸的，这个也是炸的。那我觉得栾大夫这个应该最安全吧？这是糖醋里脊，这也是炸过的。一看不会做饭的女人就是这样，都不知道这怎么做出来的。这4种食物当中，都有可能含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致癌物质苯丙芘。不会吧？都是我爱吃的。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幕后黑手，它。这是家家必备哎，做饭就要用到油啊。让我们来看一段 VCR。李女士结婚之后成为了家庭主妇，在家做饭洗衣多年。可1年前，她被确诊患上了肺癌。李女士十分疑惑，她不抽烟，他们家也没有抽烟的人，为什么她会得肺癌？主治医生告诉她，女性患肺癌有很大一部分是吸入做饭时产生的油烟和煤球燃烧时释放的有害气体。李女士婚后天天在家里做饭、炒菜，吸入大量的油烟，这一些就是诱发肺癌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像刚才小片当中，李女士为什么会得肺癌呢？因为她长期的接触什么呢？厨房的油烟。我们知道这种植物油啊，当它加热超过270度的时候，就会产生苯丙芘这种强的致癌物质啊。而且油污啊，它比这个水蒸气啊要重，它是往下走，所以我们的那个抽油烟机不可能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的这种有害物质给吸走，多多少少会吸进来一些，一定会进入你的呼吸道，然后呢，影响到你的健康。这爱吃油炸的可能把苯丙芘吃进去，爱做饭的有可能吸入苯丙芘。可是家家户户也不能不做饭呀。哎呀，实在是太让人心焦了。你心焦什么？你又不做饭？我好歹有的时候2个月摊一次鸡蛋呢，太心焦了。很多得肺癌都是跟烹饪习惯有关系，不好的烹饪习惯造成的。没错。数据显示呢，在得肺癌的又不吸烟的女性当中，60%长期的接触这种厨房的油烟是在这种烟熏火燎的环境当中工作。有32%的女性呢，喜欢用高温的这种油来烹调食物。她们经常会有这种眼和咽喉的这种刺激症状。包括她的呼吸系统，包括她的黏膜。所以在这种长期的致癌物的刺激下，那么她就很容易得这种肺癌呀。这个英国呢就有一项研究表明呢，在这种通风系统非常差、这种燃烧这种效能非常低的灶具上做饭呢，相当于你每天吸2包烟对你的这个损伤。那么他们调查发现呢，全球每年有160万人死于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如果能够改变这些不良的烹饪习惯，
改善我们的这种烹饪环境的话，可能会避免这些死亡的出现。做饭怎么能不冒烟呢？是啊，实际上我要告诉大家，这跟我们的灶具很有关系。跟灶具有关？您的意思是？哎，我们来摆上几个灶具来。接下来我们就来比一比哪一种锅更好。比厨艺吗，栾大夫？这是我们过去经常用的铁锅。这个呢，实际上是不锈钢的锅。那我这个应该就是不粘锅了。哎，这个是不粘锅。每一个人做一个摊鸡蛋，我们看呀，哪一种锅它用的油最少？在高油温烹制食物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强致癌物苯并芘，从而引起肺癌的发生。月月、王成刚和李建平三人分别用不粘锅、不锈钢锅、铁锅煎鸡蛋。谁用的油量最少？哪种锅产生的苯并芘最少呢？刚才我们看了3位采用不同的锅做的煎鸡蛋，谁的苯并芘会最少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3位锅里面剩的油，哪一个多？我的是这样的，几乎没有哎。王成刚，别撒了。月月用的不粘锅用的油是最少的。我们用的油越少，意味着什么？我们摄入的苯并芘会越少。这种不粘锅产生的这种苯并芘是要少的。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要看油温，就是看是否产生这个烟。那么我们下面就来做一个实验，看看到底不同的油在多少度会冒烟。实验结果显示，不粘锅用油量最少，产生强致癌物苯并芘也最少。我们知道，食用油加热到270度后会产生强致癌物苯并芘。那么我们如何判断油温呢？首先，3人分别测量花生油、橄榄油和葵花籽油的烟点。葵花籽油110度冒烟，橄榄油75度，花生油120度冒烟。我们看到所有的锅冒烟的时候的温度都没有超过270度。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烹调的时候能够掌握锅不冒烟的话，那么这个温度就不会达到产生苯并芘的温度。只要不冒烟，就不会让这个苯并芘出现在空气当中，就不会吸进去了。对，煎炸食物的时候也可以注意观察，这个炸制的这个食物的颜色、冒泡的情况，也可以来控制油温，不要很快的产生焦黄的感觉。所以月月刚才那个煎蛋是最符合这个原则的，最健康的。对，没错。而王成刚呢，进去以后很快的就冒泡起烟，蛋的周围就起了焦黄色，说明这个温度是太高了。但是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哈，烟点的高和低可能是一个太专业的词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比较想知道的是，我们平时怎么来选购食用油呢？首先要看工艺，冷榨的是最好的，因为它没有加热的过程。第二条，看级别，当然等级越高的越好，1级油高于2级油，特级油高于1级油，它无论在工艺上，在原料的采购上执行的标准是更高的。第三个呢，要看它的成分，纯的植物油它要比调和的植物油添加的成分就更少，添加的成分越少，植物油越好。第四个呢，我们看种类，橄榄油是最好的，但是价格比较高，生活当中会用到的山茶油、亚麻籽油、紫苏油，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从营养学的角度上，也不要单纯的食用某一种油。是的，我们可以多用几样。我手上这瓶葵花籽油，它就写了符合国家1级标准，刚才您提到的，对。然后精选非转基因葵花籽，采取压榨工艺生产而成，然后富含什么样的营养素，有什么样的健康需求的人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油。那如果大家呢没有记住这些选择油的这些标准呢，可以登录到我们的腾讯微信官方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去看一看，我们在那儿呢会贴出来告诉大家。好，你们说了半天，其实无非是挑什么油，但是我有一种方法更厉害，是简便的，特别厉害的，是传自于我们中华传统料理。行，你等会儿是水煎法。什么叫水煎法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放一点点油，然后把你想要炸的东西，像鸡蛋啊、鸡排啊、像薯条啊这类东西放到这里面之后，加入水之后再盖上锅盖，然后用油和锅的这个热度将水蒸成水蒸气，蒸熟你所要烹饪的食物。那味道能一样吗？这个味道最后达成的是什么呢？是下焦，然后上面呢是香味。对不起，我流口水了，我先炸给你。然后先做一个最简单的煎鸡蛋，水煎鸡蛋法哦，很高级的。
放一点点油，千万要少，然后鸡蛋，浮夸的厨艺，然后将鸡蛋放进去，在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热了，迅速的太多了吧？就是要用这个油的温度还有锅的热度，然后将水蒸发，用这个水去把这个蛋蒸熟。好，大家看一下，煎熟的鸡蛋就是这个样子了。水煎熟的鸡蛋，是啊，多么省油啊！而且味道也不差，我愿意试一下。干什么？瞧不起我的煎蛋是吧？关于怎么样减少烹饪时候的这个苯丙比的产生呢，我也有2个小窍门。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洗碗布啊，我们看我们每个人边上呢有一个洗碗的刷子啊。那么我们强调呢，你每炒一次菜以后呢，都要把这个锅呢彻底的刷干净。因为过去呢，我们看到过我们长辈哈，他这个菜炒完以后，他倒到盘子以后，他马上拿这个锅呢就继续倒油炒下一个菜。那么这样大家就会注意到，在锅底儿呢就会形成很多锅垢，有那些黑渣渣。哎，没错，这种锅垢呢实际上是含苯丙比很高的这种物质，对，所以一定要好好刷锅，每炒一个菜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那么第2个小窍门就是，如果我们确实需要做一些油炸的食品哈，那么产生很多油烟的时候，尽管你有抽油烟机，也要开窗通风。那么更大强度的呢，让这些油烟呢排出到室外去。是。那我想问现场观众一个问题哈，那这个炒菜炒熟了以后，你什么时候去关这个油烟机？就是刚炒完，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大劲儿，就是刚炒菜那种没有那么多烟了。对，就立马就关了。省电是不是？对。炒菜以后呢，这个油烟机尽可能维持在20分钟以上再关。刚才我们听到李医生讲到了这个抽油烟机的这个使用方法，包括对于油温的一个控制。那其实呢，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我也有一点可以贡献。其实大家爱吃油炸的食品，我非常可以理解，我也很爱吃。但是在吃油炸的食品的同时，这个餐桌上一定要有绿叶菜，因为绿叶菜当中还有很多抗氧化的成分，而且有很多的绿叶菜呢都是所谓的抗癌食品，它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所以呢，要搭配起来，把油炸的食品跟大量的绿叶菜搭配到一块儿，就能够保持一个平衡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油炸的要少吃。学了这么多的知识，我应该可以非常好的保护我的肺了，远离 PM2.5，远离苯丙比。实际上你知道吗？有些人专门就去找这个苯丙比，把它摄入体内。真的假的？这不是找死吗？对，这种方式就是吸烟。香烟里面不仅有苯丙比，还有尼古丁，还有很多致癌的东西。可以说它是一个100%的致癌物。话不能这么说吧，因为癌症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也不能说有什么东西是100%致癌的吧。但是所有的癌症的高危人群里都有吸烟的人。癌症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你先不要怀疑这个结论。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的张立健教授，来给我们带来一个隐形的杀手。欢迎。张立健教授今天就把这个杀手给我们带到了现场，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杀手有多么可怕。这个是一个呢，外科医生从一个肺癌病人的身上，切除的这个肺癌标本。是这个病人的肺的一部分吗？肺的一部分。然后上面有肿瘤。从中要有一块是肿瘤，除了肿瘤那块是瓷白色的以外，其他地方都是黑的。这样好了，我觉得为了让吸烟的人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如果你吸烟的话，你的肺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就把手套戴上，然后把这个标本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肺癌患者的肺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可以。前面是个。那张教授，这个如果是不抽烟的人的这种肺的标本，它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对于我们胸外科医生来讲非常的常见。我们打开一看，粉红色的，这是正常的。一看是黑的，大家会说，哎呀，这个病人是个烟鬼。好，你们准备好了吗？我相信对于医生来说，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常见，但是对于大众来说，可能没有人见过。现在我们就把它拿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肿瘤的部分是瓷白色的，这些黑的部分，我们说吸烟有焦油，会变成这样吗？对，焦油和烟叶燃烧成了这个碳素末，碳末，黑的碳末，以及那个化学物品。吸烟能够引起肺癌，这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烟草它主要为什么能致癌呢？就燃烧以后，它产生这些化学物质，尼古丁啊、苯呐、砷呐，还有丙酮啊，毒物呢，它能够吸到肺里去。一个肺在肺泡、肺气管环境里头，应该是新鲜空气，是吧？是它的外在的一个生长环境。你给它吸了很多烟叶，用什么毒素搁在里头，这样恶劣的一个毒气的环境里头，它肯定要引起什么？引起我们支气管细胞的一个癌变。栾杰医生呢提到一个问题呢，说吸烟100%的致癌，但是吸烟的人并不一定都得肺癌，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因为生物学它是有个体差异的，我们基因对这个烟草毒素的耐受力是不一样的。吸烟能不能致癌是完全致癌的，只不过致癌的时间会有变，也许你抽了5年致癌了。也许你10年，也许你20年。香烟这种物质一定是致癌的。如果你有足够的寿命，一直活下去，早晚有一天你会得上这种病。人类啊，现在看粗算1/3的人是跟肿瘤是要缘分的，要得癌的。我们现在为什么防止癌呢？就是我们要把得肿瘤的时间延长，不注意50岁得，注意了80岁得。那张主任是不是男性肺癌比较多，女性相对少一些呢？哎，社会现象是这样的，男性原来抽烟是多的。女性抽烟就少，是，所以说男性就相对来多，发病就多。哦，但是现在女孩子抽烟的也不少哦。这个我们2000年的时候，我们男性肺癌的发生率是10万分之42，女性呢是10万分之19.1。但是呢，我们过了5年，05年以后这数字就变了，数字变，男性的49，10万分之49，女性呢10万分之29.9。从它的递增率来讲，男性呢增长了16.1%。女性呢增长了38.4%，就证明成倍的增长。也就是说，我们吸烟普遍了以后，我们的癌症对肺癌的病人也就是上涨了，对吧？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抽烟不好，其实大家都很想戒，包括我也一样。你也是烟民啊？不好意思。好想看看你的肺哦。尝试过很多次，没有一次超过3个月。我现在还没有结婚，我会去相亲。然后相亲的时候，通常对这个相亲对象都会问你是不是抽烟啊？没错，所以抽烟真的特别痛苦。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标本上黑黑的都是被香烟污染的地方，那现在我们要通过一个小实验，更加直观的来呈现我们吸烟的时候，我们的肺在承受什么样的负担，好吗？张老师，来，有请我们的小护士。好的，来。哇，这是烟，好大的烟味儿啊！假装这个是我们的肺。哇，有烟飘出来。我先打一点点，好，来，我只推了一点点，这一管我推了一点点，我们看到这个纱布上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来，再来一下。这是烟油，没焦油了吗？很少，沉起来。就这么一口气烟，这也就是2、3口烟吧，但是已经造成了很明显的烟焦油，是吧？就是说，你说你一天要抽20支的话，你吐了这么多，你要吸收多少杯焦油？而且关键是旁边的人这个2手烟也是，这2手烟更厉害啊！在国外曾经打过2手烟的打官司打赢了，他在办公室这个女同事她抽烟，抽完烟以后她得了肺癌了，她状告她那个同屋，说她老抽烟这10几年我吸的烟，法院让她索赔，官司赢了，官司赢了。所以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一定要戒烟。所以这个肺的健康的重要性已经不需要我再多说了。但是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肺是不是真的健康呢？有没有什么检查呢？其实最准确的方法是到医院去做一个系统的肺功能的检查，这样就能够确定你的肺到底有没有问题。当然在家里面大家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找几个观众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实验。哎，来，行。那么我们第一个实验呢，就是一个憋气实验。就是把鼻子我们要夹住，看看你能憋多长时间的气。来，这个给阿姨。大家用这个夹住鼻子。夹住鼻子。对，然后呢不喘气。如果超过30秒没有问题，那就说明你的肺功能是正常的。计时开始，好，30秒。好紧啊！不许说话，闭嘴。8秒，9秒，10秒。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好，
那个月月一看就是装的啊。我的眼泪都出来了，我还装的，是憋的，是憋的，就觉得，我觉得我，但是没有问题，他能够憋过30秒，说明他的肺功能是没有问题。30秒我还没死，证明我还可以。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啊，做一个爬楼梯的实验啊，也就是以正常的速度，你爬3层楼。没有那种心慌憋气、气短的感觉，那么说明你的肺功能也是正常的。3层我还没问题，我们来问一下阿姨，你爬个3层楼，您有问题吗？没问题。夹住鼻子那个感觉怎么样？30秒以后，没问题，也没问题。那您平时会锻炼身体吗？要的，每天锻炼。每天锻炼什么样的锻炼方式？每天最起码要走8000步，这是固定的。我觉得阿姨你的好习惯，请继续保持，然后我们大家向你学习，好吗？谢谢阿姨，好，谢谢。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来判断你的肺功能到底有没有问题，那就是来吹气。月月啊，我们点一个火，会吧？吹一口气。如果说在15公分之内，它没有把这个火焰吹灭的话，说明它的肺功能是有问题的。吹。15公分哦，差不多。肺功能很好，很好。在5公分之内都吹不灭的话，说明它的肺功能就非常非常严重了，可能就有肺气肿啊，这样慢支的这样一些疾病了。快点说，祝我生日快乐。5公分。好了。至少证明了我们大家的肺功能还可以，不错的，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栾医生给大家介绍的呢，实际上是在家庭的对一个肺功能的一个自测方法，非常简便易行。但是如果讨论到我们今天的肺癌，还真的不是通过肺功能能检测出来的。哦，我特别想问一下各位大医生，肺癌有没有什么高危人群啊？如果我是高危人群，那我早点去做一个栾大夫说的最全面的检查，防微杜渐。好，我们看第一条哈，如果你是40岁以上的烟民，如果你的吸烟的年限乘以你的每天吸烟的根数超过了100支，你就属于高危人群了。那么第二条是长期接受2手烟或者被动吸烟的这些人群。第3条，那么有家族肿瘤遗传病史的这些人群。第4条是那些长期的这种慢性肺部疾病的这些人群。第5条呢，就是职业上长期的接触这些致癌物的这些人群。还有呢，就是慢性咳嗽、咳痰，特别是长期的干咳、痰中带血或者是声音嘶哑的这些人群呢，你一定要特别注意，有可能是出现了肺癌。那么关于这些肺癌的高危因素，如果大家没有记住的话呢，可以登录到我们的腾讯微信官方公众账号，还有我们的官方微博当中，会给大家列好肺癌的高危人群哪些高危因素，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刚才我们看到这些高危因素当中呢，有一条是跟咳嗽有关的。那比如说这个季节很干燥，那很多人都会一直咳一直咳，难道说我每天都要提心吊胆，然后每天都要去找王成刚去说啊，我是不是肺癌了吗？那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咳嗽你都要去按这个肺癌去进行检查和处理。做播音主持的人，有一些慢性咽炎的人，他可能会出现慢性的咳嗽。那么你一个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你也会可能出现像流鼻涕啊、全身酸痛啊，伴随着咳嗽和咳痰。那么如果排除了这些情况哈，你认为不是一个慢性咽炎的病人，没有一个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情况的话，你出现的这种咳嗽，特别是这种咳嗽千言不愈，如果发展到1到3个月，出现了这种咳痰，甚至是痰中带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种咳嗽可能就是肺癌了。太可怕了。那哑呢？嗓子哑就是肺癌吗？声音嘶哑呢，也不全是肺癌。比如说我们急性咽喉炎的人，他可能也会出现声音嘶哑。但是如果你这种声音嘶哑不明原因，而且呢这种声音嘶哑它也是在1到3个月之内逐渐的加重，甚至出现完全说不出话来，这时候也要小心，它是一个早期的肺癌的表现。明白了，如果是几天就好了，或者是1个星期就好了，就没事儿。如果是3个月，甚至是半年一直在哑，而且越来越严重的话，就一定不能再拖着了，一定要去看医生。另外，肺癌还可能有一些表现，别的症状，比如说胸痛。很多疾病可以引起胸痛，但是肺癌的胸痛呢，它往往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时间的规律，是隐隐的钝痛。有些病人呢可能会跟呼吸有关系，就你的胸痛会随着你深呼吸或者是咳嗽而加重，那么也要小心，可能是跟肺癌有关系的胸痛。那么还有一点，还是最后一点呢，大家要注意体重的问题，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在短期内明显的消瘦，你又没有经过节食和运动的话，这时候你要小心，
它可能是癌症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实际上，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都是肺癌的一些发展期或者晚期的一些症状，已经有表现了。很多的人在肺癌发生的早期是没有症状的。我身边的很多人就是通过体检，常规的这种体检发现自己得了早期肺癌的。所以我认为平时的规律的体检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了，我想大家肯定也跟我一样，最关心的是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肺一直保持一个年轻态、健康态。我不知道各位大医生有没有什么高招？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吹气球的方法，可以通过这样的锻炼来增加你的肺部的弹性，增加肺部的张力。每人呢，每天吹40个气球，吹40个气球，一天吹40个气球，来增加你的肺功能。全场观众，你们手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气球，来跟我们一起来吹一下，看谁吹的最大。好，我就力争第2吧。哇！大家晃一晃，我看看大家的气球都吹得有多大。最大。然后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不用气球就可以完成的，这其实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会做的扩胸运动。扩胸运动。早上起床之后，我们来做15次到20次的扩胸运动，帮助我们的肺叶打开，然后呢，吸进去更多的新鲜空气，这样也是对我们的肺功能的一个很好的锻炼。其实还有一点又简单又可行，就是我们多饮用水。好，因为我们知道，不论是 PM2.5也好，还是苯并芘也好，都会随着我们饮入水的增加而加速它排出体外。多喝水，多喝水。吹得我没气儿了。你的高招呢？我觉得他吹气球把智商吹低了呢。还是刚才大量缺氧。你的高招是什么？我的高招就是笑，像这么笑呢，就是笑得越傻呢，就越能够提高你身体内的含氧量。我走了。